大家好，我是静。今天的这期视频专门送给想吃黄油棒蛋糕，但是又担忧高油高糖的朋友们。60克无盐的黄油，提前室温软化，手指可以轻松按下的状态。用电动打蛋器打至蓬松，并且颜色发白。这个配方的黄油量已经比基础的棒蛋糕减少了一半。打好后，加入50克白糖。继续搅打，混合白糖和黄油。可以先低速，然后再转中速搅打。这个过程稍微长一点，保证白糖和黄油完全的融合。最后打好的状态应该是体积变为原来的1.5倍大。这时候加入一个鸡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鸡蛋也要是常温的状态。要分2到3次加入，这样可以避免水油分离。每次加入都要搅打至完全混合的时候再加下一次。打好的状态是像冰激凌一样的，柔滑细腻的奶油色。这时候就可以加入今天我们的主角，125克酸奶油。继续搅打至完全混合。酸奶油的加入代替了棒蛋糕大量的黄油，减油的同时还可以使棒蛋糕更加的湿润。混合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准备好120克中筋面粉，加入1小勺泡打粉，1/4小勺盐，把这些材料混合均匀。过筛加入到奶油蛋糊中，用刮刀铲拌匀所有的材料，拌至完全混合，没有多余的面粉就可以了。准备好烤盘。如果你用这种金属材质的，要提前抹上黄油，方便烤后脱模。硅胶材质的就可以省略这一步了。把拌好的面糊放入到烤盘中，把表面整理平整。然后像这样把表面整理成两边高、中间低的状态，这样可以方便烘烤的时候中间隆起。准备一把锋利的刀，刀尖在食用油中蘸一下，在蛋糕糊的中间划一刀，这样可以让最后的裂口比较规整。做好后就可以烤了，烤箱要提前预热好，摄氏170度烤35到40分钟。蛋糕在烘烤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利用这个时间给自己做点果茶喝。准备半个橙子，半个苹果。苹果去皮后切成小块，橙子也切成小块，去掉橙皮。橙子里的白瓤也要去掉，否则煮出来的水会发苦。把这些水果块加入到养生壶中，再加入1小片陈皮，2到3个大枣。我还喜欢里面加一袋红茶，我今天用的是加了柠檬和姜的红茶，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品种。然后加入足量的清水，选择煮茶模式，大约10分钟左右。
自从入了这个多功能的养生壶以后，给全家人煮茶喝成了生活的常态。这个壶还配备了专门的玻璃炖盅，专门的内盖和外盖，直接放入壶中，加入食材就可以炖煮了。这是我用它做的酸奶，晚上放入食材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了。用过后还有专门的收纳盒，还有一个配件是专门的煮茶的篮子，金属材质，没有异味。另外还有配套的小蒸锅，蒸锅是有点小，但是材质非常的棒，可以用来蒸几个虾饺，或者南瓜红薯，也可以用来蒸鸡蛋羹。鸡蛋加水放入蒸锅，大约12分钟，蒸出的蛋羹软嫩丝滑，非常好吃。另外一个强大的功能是预约定时的功能。晚上睡前放入食材，预约早晨起床后吃，不耽误睡懒觉哦。哇，时间到了，我们的蛋糕要出炉了。蛋糕出炉后，马上移出烤盘，放在架子上自然降温。还没有吃，我就已经闻到它浓浓的奶香味儿了。看这个裂口，完全按照你之前设定的方向，非常的规整。放凉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蛋糕体非常的湿润浓密，这种湿润就来自于大量的酸奶油，而且酸奶油又让蛋糕奶香浓郁，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甜腻。待蛋糕完全凉透后，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室温存放1天后，蛋糕会更加的湿润。但是注意，室温存放就好，不要放冷藏，因为有黄油，冷藏后会发硬一些。这是我室温存放1天后的状态，质地更绵密，口感更湿润一些。好了，蛋糕做好了，茶也煮好了，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下午茶时光了。一杯茶，一块蛋糕，生活的快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愿屏幕前的你也能天天好心情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